别人靠热搜，他靠圈军，聊聊王一博这次珠海 GT3 备战背后的野心。假如今天有一个顶流演员站在你面前，特别认真地跟你说，我要去跑真正的专业赛车，不是综艺里那种开2圈体验一下，是要戴上头盔，系好5点式安全带，在正规赛道上跟一群职业车手真刀真枪拼圈速的那种，你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帅还是作秀？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就是今天这期视频要掰扯的全部。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因为我这2天刷到这条消息，越看越觉得有东西可聊。它表面上就是一条简简单单的赛事资讯，但你要是往里再走2步，会发现里头藏着一个挺值得琢磨的职业选择。行，事情是这样的，咱们先把事儿本身说清楚。2026年7月23号，赛车手王一博85号车已经落地深圳了。目的很明确，参加7月24号到26号在珠海举办的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珠海站。我特意去看了一下公布的暂定参赛名单，他报名的是 GT3 组别。同场还有222号车的车手周毅然，报的是 GTC 组别，这个咱们后面有机会再提。这里我得先停一下，给不太熟悉赛车的朋友补个背景，不然你真听不出这里面的分量在哪儿。据我了解GT3 在整个耐力赛体系里是竞争相当激烈，也相当主流的一个组别，能上这个组别的车手得是真有2把刷子的。他不是那种名人来站个台，开个几圈，拍拍照，发个9宫格就走人的表演性质，这是要跟职业选手同场竞技的。所以你光看报名 GT3 这5个字就已经说明问题了。而且你注意标题里那个词低调备战。说起这个，我突然想到，现在这个时代多少人是反着来的，一点风吹草动恨不得提前半个月就开始预热，热搜挂3天，物料铺满全网。而他呢，提前落地，安安静静把该做的准备做完，不吆喝，不摆拍。这个 style 其实特别赛车手，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赛车这项运动本质上就是个把嘴闭上，让成绩说话的地方。还有一个点特别容易被忽略，珠海这条赛道对他来说可不是随随便便哪一站，这是他4轮 GT 赛车生涯的起点。2024年10月，他第一次参加 GT3 比赛，就是在这条珠海赛道拿下了第2回合的全场冠军。等一下，我确认一下这个时间，对，2024年10月，珠海 GT3 首秀，第2回合全场冠军。这个数据我特意核过，没记错。从那时候到现在这次重返，差不多快2年了。你算算这个跨度，快2年，他不是跑一次就收手，而是一直在这条路上往前走，这次又回到了最初的那条赛道。你说这里头有没有点故事感？回到原点，再出发，这7个字要是搁在剧本里，都算是好本子了。好，重点来了。下面这一段，我先把网上不同的声音给大家整理一下。我先声明这不是我的观点，你一定要听完整了再去判断。网上确实有那么一种声音，说什么明星玩票，流量蹭赛车的热度，图个新鲜劲儿。这种说法，怎么说呢？你不能说完全没人这么想，它确实存在。但是你把成绩往桌上这么一摆，很多话就不用多说了。我问你，玩票的人能在 GT3 首秀就拿下单回合全场冠军吗？图新鲜的人能从2024年一路持续征战到2026年，这次还老老实实报的是专业组别吗？真要是图个新鲜，蹭个热度，那种人早就跑去玩别的了，谁会在同一条赛道上死磕快2年？这个东西不是流量能 carry 得动的。赛道上圈速就是圈速，秒表冷冰冰的，它不会因为你是谁就给你让半秒。懂行的都明白，赛车这一行恰恰是最不看你身份的地方。你在娱乐圈是什么咖位，进了赛道一点用没有。你是谁不重要，你多快才重要。所以他能在这个圈子里被人认真对待，靠的从来不是番位，是实打实跑出来的成绩。还有第3个视角，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赛车圈内部其实一直在关注他。前段时间圈里就有过那种某某明星的讨论，大家伙儿都在猜是不是他。这说明什么？翻译成人话就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已经开始把他当成一个值得被讨论的车手来看待了，而不只是一个来客串两把的明星。这个身份上的转变分量其实很重，一个外来者能让专业圈子主动惦记你，讨论你，这本身就是一种认可。行，说回正题，接下来这部分是我个人的判断了，你不一定同意，咱们就当聊天。原文里有一句话，我特别想单独拎出来，流量赋能体育，热爱撬动产业。你第一眼看，是不是觉得像句官话，像句套话？但你品，你细品，这句话背后其实站着一个挺大的格局。一个公众人物愿意长期投入一项高风险、需要真本事，在国内还相对小众的运动，这本身就是一步大棋。他走的不是短线，是长远布局。你想想看，赛车这项运动，说实话，在国内的关注度一直算不上高，属于比较圈层化的。可他持续在这征战，就把大量原本不看赛车的目光一并带进了赛车场。你注意那条新闻里一个细节，赛车场这次新设了制冷大棚商贸区，还配套了行李寄存、医疗、餐饮服务。原文里明明白白写着，是为了应对高温和大量观众。你就想吧，为什么要专门搞这些配套？因为观众真的来了，而且是大量的来。这就是热爱撬动产业最实在、最落地的样子，不是一句口号，是能变成看台上一个个真实人头的东西。他把粉丝对他的关注度真正的转化成了对一项运动的推动力。这一步弃掉的是安全牌，他其实大可以待在自己最舒服、最稳妥的那条赛道上，躺着就有热度，但他偏偏选了这条更难、更需要用命去拼的路。弃子是为了走一盘更大的局。说句实在的，做这期之前，我本来也就打算随便看看，随口聊两句。但越往下想，越觉得有意思。因为把热爱这两个字真的当成一件需要用命去拼的事业，愿意从最初的起点一圈一圈重新跑回来，这种坚持真的一点都不容易。台上台下看着风光，头盔一戴上，那都是真实的风险和真实的付出。懂他的人会懂这背后的重量。对了，这次珠海站其实还有一个细节，我特别想单独拿出来聊，但今天先不展开了，不然这期就太长了。就是关于他这次报名的组别，还有同场另一位车手报名情况背后的那么一点门道，我把它留到下期。下期咱们专门坐下来，好好掰扯那个一直没什么人细讲的点，我保证挺有嚼头的。最后我想说一句，这种把热爱当成事业去拼的人，其实根本不需要谁替他喊口号、造声势。你只要给他时间，赛道会替他说话，成绩会替他说话，时间也会替他说话。粉丝这些年一直支持他，我觉得是支持对了。今天这期就先聊到这儿。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咱们下期接着聊那个没讲完的细节。下期见。